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临近过年，老家来人跪地哀求已成首富的爸妈去村里投资建厂。爸妈临时有事，于是派我先去村里考察建厂地点。谁料刚到村口表露身份，就被蛮横的村民一把推翻在地。什么乞丐都敢自称港圈太子了？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！咱们周家太子爷昨天就到了。抬头一看，只见悬挂的横幅明晃晃写着几个大字：喜迎港城首富独子周之怀亲临。我无语，什么首富独子？冒充人连我随母姓都不知道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你们就这么确定那个周之怀就是首富独子？我拍了拍刚刚摔倒沾上的泥巴，望着拦在面前的周二牛问道：儿时我被绑架过，以至于爸妈便刻意隐瞒有关我的一切，没想到竟给了有心之人冒充我的机会。当然了，周二牛梗着脖子毫不犹豫地说道：周少爷还真是料事如神，说他身份特殊，回乡这几天可能会出乱子。没想到这么快乱子就找上门了，哪来的乞丐还想耽误我们周家村脱贫致富？再不滚当心我把你打出去！见周二牛一行人凶狠的样子，我冷笑一声，毫不畏惧道：脱贫致富，约定的日子明明是今天，他却昨天就到了。你们怎么就这么肯定那个周之怀真是港城首富独子？出了什么差错？我看你们哪来的致富法？似乎是被我骇人的气势给吓住了。周二牛一行人的目光也不由得变得迟疑了起来。就在僵持之际，一道声音忽然传了过来：出什么事了？一个穿着高定西装、模样年轻英俊的男人走了过来，身后还跟着几个黑衣保镖。周少，您来了！看到周之怀的一瞬间，周二牛犹如看到救星一般，急切地迎了过来。还不是突然来了个混小子，非说自己是首富独子，我们正准备把他赶走呢。听到这话，周之怀神色一紧，急切开口：哪来的臭乞丐，在这里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望着眼前这个冒充我的贾少爷，莫名的熟悉感忽然涌上心头。对上那双苍黄的眼睛，我戏谑开口：你说你叫周之怀，是港城首富独子，可我明明记得约定来周家村的日子是今天，你假冒人之前什么都不查清楚的吗？许是没料到我如此直白，众人皆是一惊。周二牛犹豫片刻，还是拉着一旁的人没有出声。你在胡说什么？周之怀神色写出一丝慌乱，随后挺直腰杆道：我想什么时候来，用得着你一个臭乞丐来指指点点？看看你这脏乱的鬼样子，身边连个保镖也没有，也敢冒充港圈太子，给我把这个臭乞丐扔出村去！周之怀身边的黑衣保镖立刻朝我冲了过来。周二牛一行人似乎也觉得有理，像是为了弥补刚刚的沉默，也跟着冲了过来。快帮忙，抓住这臭小子！我脸色一冷，挽起袖子，直接率先撂翻几个黑衣保镖，却一个疏忽，被一旁的周二牛拿着棍子狠狠打中后背，剧烈的疼痛传来，使得我一下子跪倒地上，呼吸间尽是痛苦的冷意。眼看着更多人要制服我，我强忍疼痛，猛地踹翻周二牛，一把抢过他的棍子，抽翻了靠近我的几个人。你们再靠近一步试试，看看是他先被我打断骨头，还是你们先碰到我？我抓紧棍子，毫不犹豫地威胁道。场面一时间僵持住时，一道略微苍老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，吵吵闹闹的，怎么回事？看清楚来人后，周二牛犹如找到救星一般，
猛地使力推开我，急切地冲上去道：“村长，你可算来了，还不是突然冒出了个臭乞丐，非说自己才是周家少爷，还要跟我们动手。”看到村长打量的目光，我也不由得扫视了一眼自己，不怪这帮人一直骂我乞丐。周家村偏僻难寻，偏偏我不小心滑倒，摔了一身泥，连手机也摔河里没了影。也难怪周家村的人都怀疑上了我。不等村长开口，我直接看向周之怀说道：“你冒充人搞诈骗，都不做背调的吗？我小时候被人绑架过，所以爸妈早早封锁了有关我的一切消息。唯一一次提起我的采访，就是我练习跆拳道多年，并且身边从不带保镖泄露身份。你这么大张旗鼓，是在糊弄谁呢？”一旁的周二牛急不可待地掏出了手机，果然找到了那段采访。他拿到村长面前道：“村长，你看。”谁料村长却直接推开了周二牛，望着我怀疑的目光未曾减少分毫。周少爷刚来村子，就跟我们解释过，他在不久前腿受了伤，这才特意带的保镖。更何况他可是有海子当初的平安符为证，周海就是爸爸的名字。而周之怀也解下自己脖子上的平安符，得意洋洋朝我炫耀道：“看清楚了，这可是爸爸特意送给我的。平安符底下有一个小小的海字，的确是爸爸的字迹。可爸爸的平安符早早就不见了，又怎么会这么恰好出现在周之怀身上？”脑海中浮起的一个猜测很快被我否定。爸妈感情极好，当初生下我后，爸爸就跑去做了结扎，甚至因为觉得我妈受委屈，执意让我随母姓，又怎么可能做出对不起我妈的事情？我深吸一口气，盯着眼前的周之怀说道：“我爸的这个平安符很早就丢了。你既然说你是首富独子，那你应该也清楚对周家村有关的投资建厂方向的事情吧？当初说好的建厂地方是在村东那块空地，西边的河边，还有后山山脚下，意向最强烈的是哪个？周家村建厂的事情，我虽然是中途接手，可这些基础的我还是做了功课的。”周之怀下意识看向村长，可村长见我如此淡定，也催促道：“周少爷，你就说个明白，让他死心吧。确定他是假的，那我就直接报警，把他给带走了。”众人怀疑的目光刺得周之怀不由得攥紧了手。他咬牙心一横，开口道：“村东空地，错了，村东没有空地。”几乎在周之怀说出那话的一瞬间，我便立刻反驳掉了他。这3个地方都是一开始就被否定的建厂地点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冒充我的身份？周之怀刹那间脸色白了下来，他万万没想到我会直接给出错误的选项让他选。村长的脸色更是难看了起来。这次建厂是关整个周家村，结果居然来了个冒牌货。一时间，村长脑海便顿时有了多个想法。见村长面露怀疑，周之怀急切地说道：“我第一次接手这些东西，记不清楚又怎么样？村长，你别忘了当初说好我只是实地来看看，到时候告诉爸爸来决定的。再说了，我爸的平安符还不足以证明我的身份吗？倒是你又怎么证明自己不是冒牌货？”周之怀怒吼着忽然冲了过来，我下意识避开，却被他直接抓住了肩上的双肩包。卡包掉了出来，周之怀一把抢过去，拿出其中的身份证道：“看，这人才是冒牌货，他根本就不姓周，他叫沈之怀。村长，我是在周家村没待多久，可你应该也知道我的名字不是吗？”我捡起地上掉落的东西，随后来到周之怀面前，狠狠给了他一拳。“你算什么东西？
敢抢我的东西，这还是妈妈当初亲手为我织的，沾不了水，如今却被周之怀弄得脏污不堪。我抬头看向村长，讽刺一笑道：为什么爸爸这么多年不肯帮扶周家村？村长，你应该比谁都清楚吧，当初爸爸凭一己之力读书考出去，可你们却为了3000块逼着爸爸将高考名额让给别人，爸爸被迫答应，凭自己的本事做生意赚了点钱，你们又眼红我爸翻身，趁着我妈生重病的时候拦在路口不让她去城里看医生。要不是爸爸放弃了一切，恐怕妈妈早就没了。就你们这种自私自利的人，爸爸又怎么会再让我姓周？还是你们忘了，差点被你们害死的周夫人，我的妈妈就是姓沈呢。多年往事再次被翻出，在场所有人的脸色都有些难看。欺负爸爸这件事，他们上了年纪的人或多或少都有参与，否则也不会逼得爸爸这些年对周家村厌恶不已，更是刻意撇清关系，让一些原本对周家村有想法的人都望而却步，生怕惹了爸爸不开心。周之怀显然不清楚这些事，仍在嘴硬地说道：你在胡说什么？爸爸就算再生气，也不会让我改姓。堂堂港城首富，怎么可能同意儿子不跟自己姓？传出去得多丢人！够了！事已至此，村长心里也差不多明白了。他转过身，看向周之怀说道：当初海子原本就是想让他儿子姓沈的，是最后事情闹大了，没办法才妥协姓的周。你们2个我都不相信，如果不能拿出更有力的证据，那我只能把你们一起送警察了。就在僵持之际，一个熟悉的声音从不远处响起：要证据？我这个证据还不够吗？众人循声看去，望见的一瞬间，脸上皆是震惊。蓝婶，你怎么来了？村长连忙迎了上去，追问道：不是身体不舒服，在医院养病吗？我看着眼前这个数年未见的奶奶，不由得抓紧了手。奶奶一把推开了村长，冷哼一声道：我不来，你们还不知道要怎么欺负我孙子呢？真当我这把老骨头老了不成？听出这明显的撑腰意味，大家也明白了怎么回事。周二牛率先站出来，拉着周之怀的手道：蓝婶，你放心，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冒牌货送去见警察。谁料还不等周二牛的手碰到周之怀，奶奶一拐杖直接打了过去。混账东西，谁让你们碰我孙子了？孙子！大家呆愣在了原地，显然没反应过来奶奶竟会认周之怀为孙子。当然了，奶奶抓着拐杖狠狠朝着地面砸去，不悦道：怎么，你们还怀疑我认不出自家孙子？别忘了，这次建厂原本就是我出面讨来的，现在是准备直接怀疑我了吗？我深吸一口气，看着眼前的奶奶说道：奶奶，你还没闹够吗？你就我爸一个儿子，我爸也就我一个儿子，你哪来的别的孙子？村长也连忙说道：对呀，蓝婶，你真确定了谁是你孙子吗？这件事可是关周家村几百口人，这个厂子建起来，我们周家村发达富贵的日子就在前边了。谁料奶奶却一脸怨恨地看着我，毫不犹豫地斥责道：当然了，谁是我孙子？难道我分不清？看看这些照片，都是之怀跟我一起拍的，倒是他之前就跑到医院来跟我献殷勤，我没搭理，现在还准备直接冒领之怀的身份了。照片散落一地，其他人争相捡起仔细辨认，发现果真是奶奶跟周之怀自小一起的照片。从周之怀3岁起到如今的25岁，每一年都有各种照片记录，足以看出来奶奶对周之怀到底是多么喜爱。可我的心里却犹如被冰刺刺穿一般，寒冷无比。
当初奶奶几次三番欺辱妈妈，妈妈不计前嫌，劝说我孝敬奶奶，说毕竟是爸爸的亲生母亲。我自问这些多年，虽然称不上对奶奶尽心尽力，却也依着妈妈的话，逢年过节各种礼物也没停，换来的是奶奶一次次拒绝与我见面，甚至如今还试图让一个冒牌货领我的身份。想到这里，我愈发不想纠缠。既然你们不信，那我走就好了，就让他们祖孙俩为你们的周家村投资建厂吧。对我而言，建厂这件事并没有任何好处，奶奶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可要踩着我的脸为她不知道哪来的冒牌货仗脸，就算是最和善的我妈都不会同意。更何况一向对我妈言听计从的爸爸，也正好用这件事彻底断了我妈试图修复爸爸与奶奶母子之情的心。想到这里，我不再耽误，准备直接离开。谁料就在这个时候，奶奶忽然大喊一声：“放肆！谁让你走了？”听到这话，我眉心皱起，心里顿时掠过些许不安。不是你说我不是你的孙子吗？我怎么样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见我真要离开，奶奶顿时慌张了起来。不行，你不能走，你敢冒充我宝贝孙子，我不可能就这么放走你的，把他给我抓起来。见周围人不动，奶奶更是急切地说道，连我的话都不听，我看这场也不用建了。话音刚落，原本迟疑的众人顿时冲了过来，齐齐想要将我制服。我原本被那棍子打伤，浑身难以使劲，眼下又被这么多人围住，任凭我再好的身手都有些招架不住，手被狠狠打折，连带腿也被划出嫣红鲜血，浑身上下疼痛不已。奶奶更是不知道何时来到我身后，用拐杖狠狠朝着我额头砸来。我躲闪不及，硬生生被砸了个正着，昏沉的疼痛袭遍我整个身体，无力促使我彻底失去了反抗的力气，只能软软摔在肮脏的地面。奶奶凶狠得意的目光映入我的眼帘，把她给我拖进祠堂，好好关起来。就在我几近绝望之际，一道焦急的声音传入耳边：“住手！”我半眯着眼，耳边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紧接着一道温柔又带着些许哭腔的声音传入耳中：“知怀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妈妈！李医生，快来！”李医生急匆匆上前，拿着医药箱为我包扎，所幸伤的不算很重，只是一下子被打蒙了脑袋。看到爸妈的一瞬间，奶奶再也没有了刚刚的得意，反而露出几分怨恨。你们怎么会来这里？爸爸看着我浑身的伤，眼里盛满暴怒。怎么会？我再来晚点，是不是我儿子就要被你们活生生给打死了？周家村的人不认识我，可却认得爸爸。在亲耳听到爸爸确定我的身份后，不少人脸色白了几个度，一想到刚刚自己做的事情，更是吓得连连后退。你的孙子是知怀，奶奶大声反驳着，将周知怀拉到了爸爸面前，抓着爸爸的手道：“看清楚了吗？这才是你的儿子，不是那个贱人生下的野种。够了！”爸爸一把将奶奶推开，任由奶奶摔在地上，厌恶道：“我不会跟你一样，认不清楚自己的孩子到底是谁。还有，我的妻子是沈庭月，儿子是沈之怀，不是什么冒牌货都能自称是我周海的儿子的。”被这么明晃晃下了面子，周之怀更是不甘。不是，我才应该是港城太子爷，他才是假的。奶奶更是激动不已，揪着爸爸的衣领，逼着他道：“我就问你一句，你到底认不认知怀？不认，我这把老骨头今天就撞死在你面前，看你能不能担得下逼死自己亲妈的名声。”奶奶突如其来的威胁让大家一时间
都手足无措了起来。村长几人更是连连劝道：“兰姨，您别冲动啊！”奶奶满是沟壑的脸上带着势在必得的狠戾，可预料之中的认错并没有到来。相反，爸爸眼底还透着几分厌烦。命是你自己的，你想怎么样，我都管不了你。说死也死了这么多次，不还是活着好好的吗？你已经用不孝逼了我一次又一次了，那我成全你，当一个不孝的儿子。奶奶整个人僵在原地，怎么也不敢相信，从前他一逼就会让步的爸爸，如今竟能够冷眼看着他去死。你，奶奶被气得说不出话，又一下将目光对准我妈，肯定是你这个贱人，是你这个贱人唆使的。爸爸挺身而出，直接挡在了我妈面前。这是我自己的决定，跟庭月无关。更何况，你不是也一直没有把我当作你的儿子吗？在你心里，只有周松才是你的儿子。我已经答应了县长，会在这边建一座养老院，专供赡养老人。7天后，养老院落成，我也不会再回到这里。到时候，你愿意在养老院也好，待在周家村也罢，这些都与我无关了。说完最后一句话，爸爸带着我妈跟我直接离开，任由身后的奶奶犹如疯子一般的大喊大叫。我上了车，妈妈满脸心疼地看着我的伤，不住自责道：“都怪我，不应该让你一个人来这里的。养老院还有个落成仪式，离不开人。妈妈先派人送你回去好不好？”我摇了摇头，抓住我妈的手道：“我没事，妈，我想和你们一起回去。等1周后，养老院建成，咱们就再也不用来这里了。”见我坚持，爸妈也不再劝我了。回到酒店后，我躺在床上，愈发觉得周松这个名字耳熟。想了许久后，我这才模糊记得一点事情，于是立刻打电话给家里的保姆王妈：“对，就杂物间的那个橙色铁盒，不用，把一整个寄过来就好了。”我并没有把这件事太放在身上，周家村的那些人压根没有留情，每一下都极其用力，不好好休养，难免会落下一些毛病。7天的时间转瞬即逝，有爸妈的刻意保护之下，周家村那些人都没能打扰到我。爸爸虽说是只建养老院，但其实还有清水县后续一系列的产业。为了保证之后的产业能够顺利进行，爸爸也特意在最大的酒店办了一场宴会，宴请了不少清水县本地的企业。我在酒店待得无聊，便跟着妈妈一同来参加宴会。周家村的事情传得沸沸扬扬，大家见到了爸妈对我的宝贝程度，对我更是毕恭毕敬，生怕惹了我不喜。宴会一点点推进，很快来到了高潮。爸爸带着妈妈一同站上台，宣布会在养老院落成后，着手帮忙促进清水县的发展。在一片庆贺声中，却突兀地响起了一道声音：“我反对！”所有人的目光一下子落在了人群之外。奶奶带着周之怀出现在众人眼前，引得所有人都议论了起来。这是谁呀？不认识，有点眼熟。这是在闹什么呢？爸爸早早对奶奶有所防备，因此奶奶的消息也被藏得严严实实，以至于他闯进来，竟无人能够认出他。周之怀见到宴会上各种布置，极恨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。周海，我问你，当真不认之怀吗？奶奶盯着爸爸，气愤道。爸爸忍了又忍，还是出声道：“谁把他们放进来的？保安呢？给我把人轰出去！你敢！”奶奶大声喊道，又直接将门外的人叫进来道：“你一个野种，受我们的恩情这么多年，如今恩将仇报，还不知感恩，就你这种人还首付！我呸！我告诉你，不认之怀，今天这件事就没完！野种！”
突如其来的消息惊得所有人小声议论起来。村长也出现在众人面前，为难地说道：“孩子，不是我不帮你，只是你妈这话也说得没错。你爸早早没了，你又不是你妈的亲生孩子，可我们将你养这么大，结果你却为了一点小矛盾跟我们生嫌隙，不帮我们周家村。这件事，你还是做得过分了。”一个接一个的消息爆出，大家明显都有些反应不过来。我拿过话筒，举起绑着绷带的左手：“小事，你们一群人骂我冒牌货，不仅将我打成重伤，还准备偷摸将我带去祠堂囚禁我。明知道我是我爸唯一的儿子，还下此毒手。你们是准备让我爸彻底没了后代，好让你们吃绝户吗？”我一边说着，一边露出身上被打的痕迹。即便过了1周，可那些伤光是看着便足够触目惊心。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，望着奶奶几人的目光也满是谴责。这怎么把人打这么狠？我看就是奔着吃绝户的。你看，还非拉来一个莫名其妙的人，让人家认儿子，所以是想害死一个儿子，再塞给一个儿子。这样就顺理成章了，好毒的心肠！村长听到这话，恼羞成怒道：“那又怎么样？归根结底，还不是我们周家村养了你这么多年。”奶奶也跟着开口，憎恨道：“我孙子才不是什么莫名其妙的人，这是你欠他的，就连之怀这个名字都应该是他的。当初我的儿子被调换成了周海，害我白白养了这么多年的儿子，却并不是亲生。等我知道一切的时候，我可怜的儿子早就被害死了。如今周家就剩之怀这一点血脉，你们竟还不想承担责任，被调换？”大家愕然地看了看爸爸，又看向奶奶一群人，一时间都不知道做什么反应。周之怀更是理直气壮：“这是你们欠我的，我就该是周家少爷。我劝你们不想把事情闹大，最好老老实实把沈之怀赶出去，认回我。”妈妈担心地看向爸爸，轻声问道：“阿海？”爸爸没有说话，显然是早就知晓自己并非奶奶亲生孩子一事。眼看着周之怀愈发咄咄逼人，我忍不住讽刺一笑道：“这件事怎么都扯不到我爸身上？奶奶，你千算万算，怕是不知道爷爷早就失去了生育能力。你那个所谓的孩子根本不是爷爷的，是你那个旧情人吧？”爸爸猛地转过头，呵斥道：“之怀，你在这里说什么呢？”我抓住妈妈的手，轻声说道：“爸爸，我知道你想保全爷爷的名声，可你也说过多次，爷爷待你如亲生孩子一般，必定也不会忍心你被这么欺负。更何况这件事难道不是事实吗？”奶奶脸色一白，当即反驳道：“你在胡说什么？胡说！”我扯了个笑，看向村长道：“周家村有村医，村医不是一向将所有的诊治记录都好好保存吗？我说的是不是真的？村长，你应该比谁都清楚吧？你如今这么理直气壮指责爸爸，无非是觉得爷爷碍于尊严，肯定没有告诉爸爸，然后你再借机拿这件事要挟爸爸、奶奶，或者你死咬着不松口。那我们就赌一下，谁说谎谁不得好死。你还要说你当初的孩子是爷爷的吗？”奶奶脸色惨白，怎么也没办法跟我立下赌约。可她咬了咬牙，仍旧说：“不管怎么说，我养了一个不是我亲生孩子的人这么久，他就是欠我的。可调换孩子这件事，你不是一开始就知道吗？”瞧着奶奶嘴硬的样子，我愈发觉得可笑。你的旧情人是不是告诉你，他不想看着你跟他的儿子叫别人爸爸，所以把自己的孩子跟你的换了？意思就是你所养的孩子其实是你的旧情人跟你最讨厌女人的孩子，所以这么多年你才对我爸处处虐待，甚至几次三番
阻拦他出人头地。与此相反的是，你对另一个孩子好得不得了，不仅用钱让村里人陪你演戏，逼着爸爸让出大学名额，还堵了爸爸做生意的出路，甚至怕爸爸有了孩子不能全心意供养你，试图害死我妈。可你知道吗？根本就不存在调换，因为你生下的那个孩子早就死了。奶奶猛地看向我，目光满是不可置信。我径直走到奶奶面前，接过旁边保镖递来的铁盒，将其中的信封递给奶奶。好好看看吧，这里边的字迹你应该再熟悉不过了吧？正是你心心念念的儿子在临死前因为愧疚亲笔写下来的，原本是送给爸妈，却又因为愧疚不敢见爸爸，最后塞给我一个小孩手上，上边明明白白写清楚了，你的旧情人只是担心养不好自己最爱女人的孩子，又恰好得知其实你生下的是死胎，所以故意骗的你。毕竟你跟周松的亲生母亲可是最亲的姐妹啊，这也是为什么我第一眼看到周之怀会觉得周之怀眼熟的原因。当年周松的亲生父亲周威与奶奶纠缠不清，最后却娶了奶奶的亲妹妹，恰好奶奶发现自己怀有身孕，不得不急匆匆嫁给爷爷。爷爷心悦奶奶已久，明知自己被戴了绿帽子，也甘之如饴。在得知奶奶生下死胎后，更是怕她伤心抱来了一个无父无母的婴儿。奶奶急切地打开信封，在看清楚上边的每一个字后，整个人更是如遭雷劈般愣在原地。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？不会的，他怎么会骗我？他明明说过他只爱我一个人，他保存心间这么多年的希望，在今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硬生生打碎。周之怀更是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切，他急切地抢过信封，在看清楚上边的字后，彻底瘫坐在原地。他自小被奶奶灌输，认定了我们家就是欠他的，如果当初没有调换，那周松会在爷爷的坚持下读书，能够自己考上大学，而不是顶替入学。如果我爸不离开周家村，周松冒名顶替一事不会被揭发，导致被报复患病，撒手人寰。同样是儿子，我一件衬衫能够抵他1年开销，不用在意谁的目光，肆意生活。可他还得想方设法讨好奶奶，才能让自己过得更好一些。他怀揣着取代我的想法，顺从奶奶的所有安排。如今这一切却都成了泡沫。他望着我的，突然变得憎恨无比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不乖乖去死呢？等你去死，我就会是唯一的港圈太子了。周之怀喃喃自语，忽然掏出一把匕首，直冲我而来。在场所有人被吓得尖叫出声，而我却直接将他狠狠踹翻，踩着他的手不屑道：你不会以为我在周家村受伤是因为你能打得过我吧？这一切都结束了。爸妈吓得将我护在身后，毫不犹豫地拨打了报警电话。周之怀这才慌张了起来，他抓着奶奶的手，怎么都不肯放手。奶奶，奶奶，你救救我！我不是你最疼爱的孙子吗？你救救我！我不想坐牢。可奶奶却一把扯开他的手，望着他的目光不再是疼爱，反而是漠然甚至愤恨。我不是你奶奶，你的奶奶，那个贱人早就死了。周之怀没料到这么多年的陪伴讨好，没有那一丝血缘关系，什么都不是。他疯了一般的大声咒骂着奶奶：老东西，你活该，活该爷爷不要你，你就活该一个人孤独终老。周之怀被带走了，奶奶跪在地上祈求爸爸能不能原谅他，可爸爸却移开了脚步，冷漠道：之怀的车在村口出意外，是你干的吧？那些人我已经抓到了，他们交代是你指使，想害死之怀，
然后你再趁机劝我收养周之怀。幸亏之怀恰好跟他们错开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如果周之怀真是你的亲孙子，你不会后悔，你只是恨为什么没有成功。之怀跟我求了情，这件事我不追究你，以后你的事情也与我再无关系。奶奶愣在原地，随后捂着脸痛哭了起来。爸爸的脚步始终不曾停下，他结束了宴会，朝着门口的我跟妈妈一起走来。爸爸，我们快点回家吧。我没有多说什么，抓着爸妈的手说道：我想吃妈做的炸肉丸，还有老爸你的红烧肉了。爸爸也松了口气，点着头朝我笑道：没想到竟给了有心之人冒充我的机会。爸，你想吃什么都给你做。我们没有刻意打听周之怀跟奶奶的近况，直到一个电话的到来，是通知让我们去认尸的。当初周之怀因为故意伤人被判了1年半，出狱后竟直接找机会捅死了奶奶，随后便自杀了。我将这件事告诉了爸妈，妈妈轻声问道：要去看看吗？爸爸摇了摇头，出声说道：他讨厌了我这么多年，怕也是不想见我，派人好好处理后事，也算还清了。更何况你这些花都没种好，哪能走开呢？走，提水去。爸妈一起去提水，而我坐在花丛面前，抬手挡住刺眼的阳光，低头一看，微风轻扬，带走那些往事，而眼前花枝摇曳，花香扑鼻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